看到美光闪迪几天时间就跌成这样，庆幸 Joyce 呢让大家一千关卡的时候呢选择了止盈，或者呢黄竹消失止盈离场。虽然说呢美光不是卖在最高点，但是起码呢卖在了一个相对顶部的位置。包括今天的下跌 ，Joyce 开盘之前就跟大家说了，这一轮的调整呢要创7月17号低点才是比较的正常。美光呢真的回踩780块2毛钱到820块3毛钱的缺口价格，并且创了7月17号的低点。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进场的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美光跟闪迪呢都还没有出现止跌的信号，哪些价格的性价比会比较的高？特斯拉呢即将要开始到200开头的这一个价格，几时可以进场的呢？苹果再次出现了十字星变盘，这一次方向会选择向上还是向下呢？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个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29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呢是否可以假阳见底。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下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的话呢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 AMD、美光、英特尔、Coinbase、谷歌以及呢苹果跟闪迪。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yc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yc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接着呢，我们进到今天正式的内容。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啊。纳指今天已经如期的出现了一根9号 K 线，但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它今天出现的话呢，虽然说蓝烛消失收阳线了，但是今天出现这根阳线，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真正的阳线。它是一个假阳线，所以它没有突破呢8号 K 线，也就蓝烛的一个高点，不算是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所以这一个位置当中只能说它蓝烛消失，但是未确认，这是在看之前先要跟大家讲到的点。那么对于这一个纳指的话呢，我们在昨天开盘之前的时候呢，其实有给大家讲过呢它的一些操作的策略。纳指呢它昨天大跌之后呢，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啊，在8号 K 线这一天，它其实呢应该是一个变盘点，只是稍微来讲呢，我们当时不确定它的这一个位置究竟呢是会选择向上变盘还是向下变盘。但是我包括到现在啊，虽然说今天也跌，现在盘前走势也不大好，但我总觉得这一个位置呢容易是一个低点的一个变盘。但是遗憾的是呢，它在这一个8号 K 线它不是一个阳线，不具备进场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一直给大家讲过的一个点，买阳不买阴，卖阴呢不卖阳，就是买的时候我一定要去以阳线去买，阴线不可以，卖的时候呢以阴线去卖，而不是以阳线去卖。而且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它必须是一根实打实的阳线，不能是一个假阳真阴的一根阳线啊，所以这里要记一下啊。日线上呢已经结构8了，今天大概率是一个结构9啊，确实来讲也如实走到结构9了。如果你是一根阳线的一个情况下，激进点的你可以在今天就进场，当然了，然后呢以这一个9号 K 线的低点作为隔日止损价，保守一点的你就等了再来一根阳线确认底部9之后呢再去进场。如果今天是阴线的，那么呢你就必须要等一个阳线确认之后再进场。虽然今天呢确实来讲走的是一个阳线，但是它是一个假阳线，所以必须要再等一根阳线去确认它就是一个底部9结构之后才能进场。有意思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这一轮跌下来一直给大家去讲到的一个防守位0.382 24,707.22 的这一个价格，昨天最低价其实是已经跌到了 24,510.01 啊，它其实是已经跌到了这一个价格，然后呢受到它的支撑之后收盘价最后收回到 24,876.91 的这一个价格，说明了一个点，就是我们讲到的 0.382 的这一个位置，它的支撑呢应该是相较比较不错的。其实个人的观点也是这样，它正常应该会在这里要有反弹，它才是对的啊。当然如果说你能看到一根大阴线咔就把它给跌破了，那么大概率来讲呢，它应该会去回探下面的一个缺口，真能回探下面的这个缺口的，那应该它会出现一波报复性的一个反弹。所以有在关注纳指的小伙伴注意了啊，今天出现的是一根假阳线，
所以需要再来一根阳线去确认它既是一根呢假阳见底，又是一个底部9结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讲到的24,707.22的这一个支撑位，确实来讲是比较不错的。今天也如期的跌到这里之后，收盘价收了上去，最后呢，还是收在了这一个开盘价之上，出现的是一个阳线的这一种走势。所以价格上的话呢，24,707.22的价格仍旧呢会有支撑在这里，看一下。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当中会有一个反弹，它才是相对比较正常的。它当然，如果你能看到的是一个阴线砸下来的，那我们就往缺口的位置呢去把它给接回来，那么的性价比呢会更加的高。这个的话呢是我们昨天开盘之前呢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一个行情广播。那么回看现在的这一个纳指的这一个情况啊，刚刚给大家讲过，它既是一根假阳线，假阳线出现之后，一定要给我去判断一下啊。它容易是一个假阳见底，还是一个呢加速下跌的一个状态。你看一下，像它前期的这一个高点啊，6月的这一个高点出现的这一个假阳线的时候呢，它后边反而是进入到加速状态的。像这个假阳线出现完之后呢，它是一个干嘛？选择了向上变盘，也就我们讲到的，它变成了是一个多方占优。因为假阳线，你要说它呢有很强吧，也不是；你要说它弱吧，人家起码还能呢收回到一根阳线的一种状态，所以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呢阳线也不咋地，也就多方也不咋地，但是呢这一个空方也不咋地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一种一定要去判断一下，它是一个多方占优还是一个空方占优。收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根假阳线高点的，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多方占优的情况啊。比如像这一些位置，它就是一个多方占优的一根假阳线，后边的话呢还会选择继续的往上去涨。收到的是一根阴线，跌破呢假阳线的这一个低点的，往往呢它会有一波加速的一个下跌。所以看到这一个假阳线的时候，不要急着进场啊，一定是要等到干嘛？确定它是一个多方占优之后再去进场。所以对于现在纳指出现的这一根假阳线，而且也是一个呢这一个下跌结构9的这一个形态，以它的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它的一个低点24,581.01，它的一个高点24,984.5，看一下接下来它是收阴线跌破24,581.01的这个价格的。那我们很简单啊，往缺口的这一个位置去接它，往缺口的话呢，估计来讲会去到24,000点左右，24,100点左右了啊。当然相反，它收到的是一个阳线，突破了9号 K 线的这一个高点，既是一个底部9结构，又是一个干嘛？多方占优的一个假阳见底的这一个形态的，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去做一波反弹。一定要记住啊，整体仍旧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只能做反弹，不能做反短。它在缺口这里仍旧是有阻力在的。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纳指的这个日线走势图。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去讲一下啊，纳指的周线。纳指的周线已经回踩到这一个多方带的位置，并且呢，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出现了一个什么形态啊？机构低吸的一个形态啊。上一次出现在什么时候？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它的3月底4月初的这个阶段，然后接下来呢是涨了2个月的这一个时间。但是要注意的一个点，机构低吸它可能一直在里面低吸，不是说呢在看到它蓝烛的时候我就要跟着进场。我们的一个进场点一定是它跌无可跌的时候，比如说跌到什么时候？跌到呢它在这一个位置啊，蓝烛消失收阳线，而且它当时还是一个干嘛？底部9的这一个结构，属于呢双重指标的这一个共振，然后形成的一个底部起来的。现在呢再一次回踩到多方带。大家应该知道，多方带对股价有支撑的这一个作用，要看一下呢，它能不能呢，在这一个多方带的位置之上出现机构低吸转为做多。可以出现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的话呢，那么纳指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假设说我们看到它在这一个位置并没有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的，那你就要谨防它还会不会有继续往下调整的这一个需要。为什么？因为它现在才下跌结构3，属于呢下跌结构刚刚开始的这一个位置。如果说它跌到这一个结构9的话，那还有6周的这一个时间了，所以一定要等到确认买点出现之后，我再去进场。没有出现确认买点的，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多给一点耐心，不要在中间的时候呢去进场。万一你在中间的时候呢，这些位置去进场，
你会很被动的。你说它跌下来的话呢，你究竟是要卖好还是不卖好？不卖吧，万一它再往下跌怎么办？卖的话，在这一个位置，万一见底又怎么办？所以最好就是不要在中间的时候去进场，最好就等它干嘛出现明确买点之后再去进场，我觉得风险呢会更加的低一点。好吧，那接着的话呢，给大家去看的话就是 QQ 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它的走势包括纳指100的走势，其实都是比纳指呢它要弱一点的啊，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当中这一些半导体，比如说纳指100的一些权重股之类的，它们的跌幅是比较大的。那 QQ 的话呢，能看到的一个点啊，它是先于纳指呢出现了一根9号 K 线。然后今天收了一根阴线，跌破9号 K 线的这一个低点了，所以要注意一下啊，这一根9号 K 线 QQQ 上已经明确的出现了这一根9号 K 线，它是一个中继9结构。好在今天呢，它收的这一根阴线，它是类似于一根十字星的这样的一个阴线。所以十字星本身来讲，它是市场当中容易出现变盘的一种 K 线形态啊，比如像这个位置，它容易向上去变盘，这个位置出现的这一种类似于十字星的，它就会干嘛？往下去变盘。那么这一个十字星出现完之后呢，它如果你能看到的啊，它收的是一个阳线，突破十字星的高点的，那么它可能就是干嘛？短期要有一个反弹，这个位置。但凡你没能看到一根这样的阳线突破十字星的高点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干嘛？中继9的确认形态。一旦是中继9，那么其他往下在跌的过程当中，起码它会去建一根13号 K 线，也就是说这一轮的跌幅，它起码要跌到下周左右，它才可能会止跌，应该是在下周1左右啊，它才可能会止跌。而且13号 K 线出现之后，万一它是一个空方强势13的，那完了啊，那基本上下周它又得跌到9号 K 线，那它中间的一个跌幅它又得持续1周，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想要去抄底 QQ 的这一个小伙伴，除非你能看到干嘛？它给我收一个阳线，突破十字星的高点679.4，那么短期来讲，它可能会有一个向上去反弹的一个需要。没有出现这一根阳线突破679.4的这个高点的，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明确的中继9结构。中继9结构往往意味着下边还有一波49结构在等着大家的，就像前期的这一波上涨中继9一样，它出现完之后会再涨一波49结构，它出现完之后会再涨一波49结构。那么现在下跌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除非你能看到收阳线突破这一个十字星的高点，不然的话呢，这一轮的跌幅它还没有结束，它还会继续往下去探，好吧？所以有关注的学员一定要等到有明确买点出现完之后再说。那如果说它在这里并没有出现这种止跌的迹象，它再往下去探的话呢，有哪些关键的这一个支撑在等着大家？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就是往下的0.5的这个价格，大概来讲应该在652块1毛3左右，它在这里一般来讲应该是会有支撑在里面。其实今天的话呢，最低价它其实是有跌破0.382的啊，它是有跌破呢这一个674块9毛钱的这个价格的啊，最后它收盘价还好是收了上去，收回到了675块4毛9的这个价格。但是只能说它有支撑，但是未止跌也未启动，还是那句话，除非你能看到它收阳线突破这里，不然的话呢，没有进场的一个机会，它可能还得继续往下探，往下探的话呢，就会去到652块1毛3的这一个支撑的价格。我觉得这一个价格的话呢，真能跌到这里的，那么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可以去搏一波啊报复性的这种反弹了，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QQ，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这一个道指，因为你会发现啊，三个指数之间稍微来说走的比较不错的就是道指了。原因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呢现在都在避险板块，就是从之前的那一些像什么能源啊，包括那一些消费啊、传统啊，包括医疗啊等等，都在这一些股票身上。很简单的一个点就是资金现在都从科技股里面避险到这一些传统板块去了。能看到的一个点，道指的话呢，今天已经连续涨了3根阳线，涨了多少？涨了 1.03% 啊！就是纳指跌了那么多的情况下，人家是涨了 1.03%， 然后要注意一下，因为它现在整体其实仍旧是处于一个空方带，
虽然空方带只有一点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啊。所以你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既然是空方带，你就要谨防它会不会有见顶形态的一个出现。按照我们讲到的啊，继续的阳线，你可以继续的拿着。一旦你看到呢，它的日线出现了一个什么，就是阴线或者6种见顶的这一种形态，我们讲到的啊，带有这一个十字星或带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阴线等等，一旦出现的情况下，那我们心里边有预期，这个位置它可能反弹了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有在关注道指的，就是比如说你拿的是一些相关传统的一些板块的话呢，来注意一下这一个道指往上的这一个主力当中，第一个就是在这一个次新高的这里，大概来讲52924.86。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历史高点啊，就是这个位置，大概来讲在53289.3，这里是有2个主力。这个主力的话一般般，其实今天有打到这里啊，今天最高价的话是来到了52901.87啊，最后收盘价的话呢是收了回去，差了大概24个点左右，收盘价呢是收了回去的。然后那就说明这里呢稍微来讲是有一点点阻力在这里的啊，打到了这里之后收到的是阳线的，你就拿着；收到我们刚刚讲到的那几种见顶的形态的，那你这边有预期啊，短期它可能要回踩一下。然后我最近就发现了啊，这一个形态啊，看到这个五角星了没有？我发现这一个形态啊，它叫做散户割肉模型啊。我发现这一个形态用于做短线真的特别的好用啊。你看一下这一个道指，它就是从这里散户割肉完之后，然后连涨了3天啊，包括它前期的这个底部的时候也出现过散户割肉模型啊，你会发现就是散户一割肉真的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形态的话也会在我们明天的课程当中给大家去讲一下，喜欢做短线的啊，不要错过这一个模型。好了，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记得帮 Joyce 呢点赞跟订阅。接着呢，我们要看一下呢这一个个股的情况。个股的情况，首先来看的就是美光。美光的话呢，这一轮跌下来，我跟大家讲过，缺口的位置去低吸，涨上去1000块钱的关卡。然后有些学员很听劝的，就这个位置呢去进行一个低吸，然后在1000块钱的时候呢卖了这个美光的，那估计来讲就有赚钱。但有些学员的话呢，他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就是买了之后，但是他不会卖，然后现在跌下来的话呢，反而还把钱亏在里面了。然后能看到的一个点啊，美光的话呢，也跟这一个道指一样啊，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散户割肉的这一个模型，但是它要等突破啊，它得等一个阳线，看一下能不能呢，真的在这个位置，就是有在散户割肉完之后呢，有这一个机构在接啊，能看到它的这一个收个阳线突破它的，那真的就是散户割肉之后呢，机构在接。当然你看到它没有出现这一个阳线把它突破的，那就说明干嘛？大家都在割肉，那就不好了。这是第一个点要给大家讲的点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这一轮啊，美光往下跌的时候啊，我们是一直劝住大家，也是一样啊，管住你的手。你看昨天开盘之前，我也跟大家讲了，我们每天的行情广播基本上是在5到6点钟的时候给大家去讲，所以凡是我们铁粉的，应该都有体验过我们的行情广播啊。那我当时就跟大家讲过啊，美光的话呢，再次下跌。个人的观点还是会往缺口的吸引782块钱到820块3之后出现止跌信号之后再去进场。所以你看一下，当时它在这一个位置的时候，它的股价干嘛？还接近了，就是它的股价呢还是在900多块钱。我就跟大家讲了，它会往780到820之间的位置去进行一个调整。昨天最低价给我跌到了789。收盘价收到了820块5毛3，跟我讲到的这2个价格可以说非常的接近啊，一个是差了9块钱左右，一个的话呢是差了就是2毛3啊，最后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820块5毛3之上，跟我讲到的这个价格仅差了2毛3。我觉得这一个预测啊 Joyce 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是900多块钱，我说能跌到这里，真的如期跌到这里，收盘价还收在这里。在这里呢，一定要为 Joyce 呢点个赞。然后的话呢，不跌到这里的话呢，性价比我觉得不高，而且啊，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比7月17号这一个低点还要低一点才是正常的。哎，你就看一下今天它的低点是不是就如期的创了7月17号这一个低点了吧？
所以我让大家呢一定要给一点这一个耐心。今天如期的创了它的一个低点，我觉得这一次对于美光的一个预测还是相当的准确，而且不是说我在行情广播跟大家讲，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跟大家讲过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呢，美光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它出现了一个散户割肉模型之外，它下边还出现了一个连阴梯量的这一个形态，可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连阴梯量的这一个形态呢？比如我们以这个位置为例啊，你看一下，当时呢这一个美光在这一个位置连续多根阴线往下跌，一般的来讲的话呢，是最少3根阴线啊，这是最少3根阴线，它可以4根5根，但是最少它要3根阴线出现完了之后呢，它的成交量呈现规律性的缩量，或者呢规律性的放量都可以。一般情况下，下跌末期出现的一个放量为好，然后上涨回调出现的是缩量为佳啊，缩量代表的是机构的一种洗盘啊。出现完之后呢，你能看到后边如果能收一个阳线，突破它的一个高点，那么它就是一个连阴梯量确认的一个形态，洗盘结束了，接下来它要开始拉升，洗盘结束了，接下来它又开始拉升。但是如果说你看到像前面这个位置一样，它也是一个连阴梯量的这一个形态，但稍微比较遗憾的一个点，这一根阴线它没有进行一个突破，没有进行突破的，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它还会继续的调整，没有进场的一个信号。现在能看到的一个点就是美光确实出现了连阴梯量的形态，只是呢它还没有确认。如果你能看到呢，就是在这一个周三的时候，它可以收一个阳线，突破阴线当中的这一个高点848块3毛6的，那么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它就要有反弹的这一个机会，它没有收到一个阳线，突破呢848块3毛6的这个价格的，那就意味着这一轮的调整它还没有止跌，它还会继续的往下去调。要注意哦，往下去调整的过程当中，这个缺口但凡没有守住的，大家就能看到6字开头的美光啊，不要觉得不可能哦。1225的时候往下跌，我说它能跌到780到820的时候也没人相信，现在是如期的踩到了，所以一定要记住，有美光或者说有进场这一个美光的，一旦这一个780的这一个缺口一旦被回补的情况下，很快大家就能看到6字开头的美光，所以要注意一下风险啊，一定要收阳线，突破它了之后，它才能进场。当然，如果你说等突破它了之后太高了的话呢，我想要低一点点去操作的话呢，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往这一个日内去做啊，往日内去做。日内去做的话呢，你比如像这一个昨天11点钟的时候啊，因为有在关注这一个美光，结果本来昨天在纠结美光跟康宁2个股票跟大家讲哪个股票的，本来先写了康宁，因为写康宁我是让大家准备114左右去接它的，但是的话呢，最后纠结了一下，还是选择了美光啊，错误了啊。但我们来看一点啊，因为当时美光的话呢，其实在11点左右应该是整一个美股跌的最多的一个阶段。当时美光的这一个15分钟图出现了价格便宜，然后开反弹啊。如果你日内要去做低吸的啊，它确实来讲就是收一个阳线，突破它了之后呢，你可以考虑呢在这一个位置去做一个反弹啊。反弹多少钱我都跟大家讲了啊，一个831块6毛1，一个844块5毛9，这个是在11点钟的时候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一个美光的操作策略。确实来讲，美光的这一轮当中，它的这一个15分钟图突破了813块7毛2，然后的话呢，反弹其实是反弹到832之后开始回踩，最后收盘价收在了820块5毛3。所以我跟大家讲的点就是日内你要做的一定要快进快出，你不要从日内拿着变成了日线，拿着变成了周线。也就是说你当天买，你当天就必须给我卖掉啊！如果说你就觉得要突破它之后再去进场，你觉得有点高的话，那你就日内的时候去做低吸，好吧？这个是先给大家去讲一下美光的几个关键的价格。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去看一下，如果说呢它在这一个位置真的出现散户割肉确认了，或者说呢它是连阴梯量确认的情况下，那么往上去看的话呢，有哪些关键的主力位？第一个关键的主力位要把它定到0.191的这一个位置，878块08左右啊，这个价格能突破的，那么它才能去到呢这一个0.382的位置，可能就会去到967块07，前提是它能确认。
它不能确认的啊，它真的会去踩780块钱的这一个缺口的。这个缺口一旦没能撑住呢，那真的啊就是能看到呢6字开头的这一个美光了，所以不着急啊，一定要等明确买点出现之后我再去操作，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美光，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闪迪。闪迪的话呢，它这一轮的调整啊也多，太可怕了啊！就是从1500，转眼之间现在已经来到了1000块钱，盘前现在已经跌破了1000，已经来到了900多了啊。能看到的一个点，闪迪的话呢，跟这一个美光也一样，也出现了这一个散户割肉的模型，跟上一次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的像？就散户割肉一出现，它就反弹起来了；散户一割肉，然后一突破，它就反弹起来了。那对于这一个闪迪的话呢，它跟美光的走势可以说一模一样啊，也是连梯量形态啊，除非你能看到它能收阳线，突破最后的这一根阴线的高点1188。不然的这一个情况下，那么闪迪的话呢，还有继续往下去调整的空间，我觉得它应该是会去补缺口的啊，注意一下啊，我觉得它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是会去补这个缺口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一定要设置好风险。第二个的话呢，一定要等到有明确买点出现完之后，你再去进场啊，不要在中间的时候一进场，然后很有可能你就干嘛进场在中继的位置啊，稍微来讲风险就会比较大了啊。那如果说闪迪的话呢，往下的这一个空间，虽然说呢这一个缺口啊，确实来讲对股价有吸引，但是这一个区间太大了啊，中间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它可能就是在0.5的这一个价格啊，从这个底部到这个高点回来了之后呢，一个0.5的一个位置，大概来讲901块5毛8左右，所以有在关注这一个闪迪的小伙伴啊，要么呢就是它连阴梯量确认。要么呢，它就往回调到900块钱的这一个价格之后，我们再考虑去做低吸啊。能调到这个价格的，我就觉得性价比还算比较不错。没能调到这个价格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哪怕要做，你也只能呢做反弹，就是去操作一下，然后就赶紧跑了。OK， 这个呢是讲到的闪迪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过啊，就是我在周四的时候会给大家去讲一个短线的这个模型啊，也就讲到的这一个，看到没有，黄色星星的这个模型叫散户割肉模型。专门用来做短线的，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做短线的这一个小伙伴呢，那么记一下啊，我们在本周当中会给大家呢开启一个课程，叫短线俱乐部，专门讲短线的。第一个课程的话呢，是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就香港时间周四上午10点钟，会跟大家去讲短线散户割肉模型，就是往往这一个是利用了大家的这种投资的这种相反的这种心理啊，就是大家觉得其他人都割肉的时候，我要跟着一起割肉。但是我们讲到这一个形态，是其他人在割肉的时候，你跟机构站一边，然后呢，把他们割的肉给接回来啊。这个是我们明天会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第二个的话呢，是会给大家去讲短线疯牛出栏的这一个模型，是在香港时间周六的上午10点钟跟大家去分享啊。当然，最近的这一个行情波动很大。除了说呢，我们正式的课程之外，还邀请了我们的飞老师呢，给大家在周二、周三、周四的时候呢，进行一个早盘课的一个分析。那么大家也可以呢，来我们的这一个早盘课。所以想要去操作的这个学员啊，记一下，明天上午10点钟，短线散户割肉模型等着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在描述栏当中呢找到助理的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呢就是给助理去发一个短线2个字，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话呢，在这一个位置跌破我们的反包阴线之后，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又再一次出现了一根阳线。正常的一个情况下啊，它必须得收到一个阳线，突破这一根阴线1/2之后，才能证明了它又开始恢复到多方强势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要去做这一个英伟达的话呢，那我会建议啊，就虽然今天收到的是一根阳线，但是你能看到它整体还是一个下跌结构，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最好再来一根阳线，把它的这一个高点给突破之后呢，再去进场，我觉得会更加安全一点啊。如果说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那我会建议大家呢再观望啊。正常情况下是要突破阴线1/2才是一个进场点的，但现在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会比较高了，那你就要么就干嘛，想要进场的，要么你就再收一个阳线，突破今天的这一个高点之后，
那么形成了一个双边确认，你再去进场，我觉得风险呢会小一点点。它的这个阴线的高点198块7毛钱左右，它收完，如果真的收一个阳线把它突破的情况下，那么记住哦，一定要以今天的这个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跌破的话一定要止损出局，因为现在整一个大盘都是比较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英伟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 AMD。那么讲到这一个 AMD 的话呢，你就知道就是我们有在体验行情广播的学员有多么的幸福啊！因为对于 AMD 的话呢，你看一下，在7月24号开盘之前，也就是说这一天开盘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讲了啊，因为当时呢，英伟达跟 AMD 呢都是一个呢反包阴线的这一个形态 ，AMD 的这一个反包阴线当中，阴线的个高低点是在525块到556块4毛9的位置。收阴线跌破低点的情况下，就先止盈离场啊，就是我们在这一天开盘之前就提前跟大家讲过，一旦收一个阴线跌破反包阴线当中阴线的低点的，你就要赶紧的给我止盈离场。然后刚讲完这一天直接来一根阴线就给它跌破了，所以你要是在这一天选择一个止盈的情况下，那么这2天将近来讲有15% 的这一个跌幅就跟你没有关系。还是那句话走得快就好世界了。如果说你跑得快的，那么这一波的下跌跟你就没有关系。但有些学员没有及时按照这一个指标，或者没有及时按照我们行情广播去做的，那估计来讲这2天的下跌下来就不大好受了啊。来看到的一个点就是 AMD， 包括的话呢，在我昨天开盘之前是不是也给大家去讲了，就是 AMD 的话呢，当时它在缺口的这一个位置，它还受到了它的支撑啊，我们讲了，它在这里有支撑，但是未启动，再等等吧，等明确买点出现完之后，你再去进场不然的这一个情况下，你观望就好了。这个价格如果撑不住的话，它是会去到435块04的，昨天最低价已经来到了442块2毛7了，其实距离我们这里就差了不到7块钱现在来看，已经有出现散户在割肉的这种状态了但是它还没有出现干嘛？止跌的这种迹象现在来看还没有出现止跌的这一个迹象。它跟美光一样，也是出现了连阴踢量的这一个形态，只是未确认而已。所以还是那样，除非你能看到它收阳线突破了阴线的高点472块7毛5，不然的这一个情况下，那么不建议大家去进场。就是你一定要进场的，那你就给我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我觉得它没有出现买点的这一个情况下，那么435的价格还是相对比较香的会建议大家往这个价格去看，可能会好一点。好吧，这一个呢是讲到的 AMD 的这一个日线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在去的时候已经特别的晚了，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日内比如说你看一下 AMD 的这一个30分钟图你看到这一个位置机构低吸，你看到这个位置价格便宜了，然后突破了之后它可能会有个反弹，但是因为它整体也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所以你反而要注意一下因为它现在已经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然后还收到了阴线，触及空方带收到阴线，触及空方带收到阴线，往往是比较容易呢会短期结束行情的这种标志。所以如果说你就是觉得日线上去突破再去买可能太晚的情况下，那你就日内的时候呢去进行这个低吸，但是还是那句话，快进快出，进了之后你就赶紧给我出来，不要在里面由日内变成日线，日线变成周线，周线变成套牢股东，好吧？就是现在你要注意的一个点，它现在已经触及到空方带，收到阴线，要谨防它在这一个位置会不会就是日内已经反弹结束，接下来又得往下调了，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不用讲了日线上已经在酝酿聚宝盆形态，并且一直处于一个价格便宜状态。只是相对来讲，它的价格便宜还没有确认。好就好在的话呢，它在今天是收了一根干嘛？低开高走的这样的一根假阳线的一个状态。但是怎么说呢？没有突破9号 K 线的这一个高低点没有突破呢这一个9号 K 线的一个高点。所以操作策略上有2个。
第一个就是你是地址帮学员的啊，你有我们的这个系统可以看的，那么你就干嘛？以这一个白色 K 线作为判断的标准，继续的白色 K 线价格便宜，你就继续的给我等待啊，很有可能会见到2字开头的特斯拉的啊。那你相反，你看到它在这里白色 K 线消失不见，收一个阳线突破它的高点了，那我可以考虑在这一个位置去做一下这一个特斯拉。没有出现的话呢，那我就再等等。那么这个呢是针对我们的弟子班学员。那第二个，其他的这一个学员我并没有呢这一个软件的话呢，那你可以以这一根9号 K 线作为你判断能不能进场去做反弹的一个关键。它如果能收一个阳线突破9号 K 线的高点，形成的是一个呢这一个底部9结构的，那我可以考虑在这里呢去做一个反弹，以9号 K 线呢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那我就可以进场了。那相反，你看到它是收一个阴线跌破它的低点，形成的是一个下跌中继9的，那就说明它还会有继续往下调整的空间，那我就要注意一下，在这一个位置当中继续的观望，我们等到2字开头之后呢，再去看这一个特斯拉。那这一个9号 K 线高低点，低点304块5毛8，高点317块钱，最好呢是等到它收阳线突破它之后再去进场，我觉得会更好一点。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的一个观望啊，注意一下啊，万一它再收一个阴线啊，跌破9号 K 线的低点304块2毛8的，那么大家真的能看到200开头的这一个特斯拉，而且不是290，不是280，起码它得去到270左右，它才有支撑。那么这一个价格是非常疯狂的，好吧 ？OK， 这个是讲到的特斯拉，那接着再给大家讲的就是谷歌。谷歌的表现稍微好一点啊，这一天开盘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一个谷歌的操作策略了啊。那么已经进场的学员就已经进场了，没有进场的这一个学员，那你要注意一下，就是现在再去进场会不会追高的一个问题，一定要做的你就设置好防守位，因为它已经在周一的时候就已经机构低吸转为了这一个做多，然后现在是一个下跌结构9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已经进场的学员啊，设置好防守位就行了啊。本身你可以把防守位定到9号 K 线，但是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所以我害怕这个缺口像前面这个位置一样3天就回补了，那一旦3天回补那肯定不好的，它没有3天回补的话呢，那么就说明谷歌的行情可能在这里要震震荡荡的起来了，不一定能反转，但是它呢要去补这个缺口应该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已经进场学员以缺口下沿的位置323块9毛8作为一个防守位，跌破的这一个情况下，那没办法，我们选择呢就是止盈离场。没有跌破的这一个情况下，那我希望你们可以拿着啊，去看一下它会不会去补这个缺口。缺口上沿241块6毛4，它大概率来讲也会是这一个飘带下沿的位置，属于有双重支撑在这里。它在这一个位置收阳线的，那你可以拿着；收阴线的话呢，我们就赶紧跑了，好吧？那什么时候呢？谷歌会有真正的这一个机会？看一下它的周线，我觉得它周线特别漂亮啊。因为周线你看一下啊，它已经出现了一个9号 K 线加机构低吸啊，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今年的这一个4月份，当时也是机构低吸加9号 K 线，再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位置2024年的这个底部出现的机构低吸加9号 K 线，那么再往前推的话呢，那就更遥远了啊，你就会发现好像谷歌周线上每一次出现大级别的这一种底部，都是以一个机构低吸加下跌结构9是构成的。那么这一次呢，能不能形成这样的这种行情，我不确定啊。你说它一定能形成这样的行情、这样的行情、这样的行情吗？我不确定。但起码从以前的这一种形态上去看，每一次出现好像行情都不差啊。所以有在关注这一个谷歌的，一旦我们能看到就是谷歌。当然你说我要等这一个谷歌呢周线突破它的这一个9号 K 线高点，可能呢就是中间的利润都被压缩了不少了。那么我觉得呢，你就可以干嘛？到周五的时候搂一眼，看一下呢它的这一个 K 线，它的周线，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周线能不能是一个阳线状态啊？它如果是一个蓝烛状态，那没什么好说的啊，那就还没有见底。它如果出现是一个阳线状态的，那我觉得应该来讲周线上应该没有问题了，那么你就以这一个9号 K 线的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没有重新再把9号 K 线的低点跌破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所以谷歌它的这一个周线上啊
314.8毛9就是它的蓝烛低点的一个价格。有系统的这一个学员周五的时候搂一眼看一下是不是呢，就是一个实打实的阳线。实打实的阳线的话，那说明周线上它应该是要起了，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谷歌。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要讲这个 Coinbase。讲 Coinbase 的话，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啊。比特币其实我昨天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的时候，它的这个5号 K 线还是一个蓝烛的这一个状态，因为当时它是一个阴线，是一个蓝烛状态，最后收盘价还收了上去，形成了一个带有长下影线的这样的一根 K 线。长下影线的这样的 K 线出现在不同的位置，它代表的意义不一样。下跌末期的时候，它叫做当真形态，往往是比较容易呢当真探底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是出现在上涨末期的时候呢，它就叫做吊颈线形态啊，那就不大好。当然，在没有走出来之前，其实我们都不确定它究竟是一个当真探底还是一个吊颈线。最简单的这一个方法呢，就是以它的这一个高点作为我辨别的这一个条件。如果说它后面收的是一个阳线，假如说今天的这一个比特币收的是一个阳线，突破当真的高点64035档。那现边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位置应该就是一个当真探底的一个形态，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突破它的高点档，那就不一定了啊，那就不一定，它可能会继续的震荡。个人是希望它可以收阳线，然后突破它，然后开起来的，那么就意味着跟它相关的一些个股，它可能就会跟着一起起来的。那比如说像这一个 Coinbase 当时连阴梯量形态的时候，是不是提前跟大家讲到了啊？而且是在这一天开盘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这一个股票。昨天它其实盘中极致低开，最后的话呢，收盘价还收了一个阳线，算是比较不错了的啊。就是在其他的个股跌成那样的情况下， Coinbase 它还能收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根阳线，我觉得已经相当的不错。那有进场 Coinbase 的小伙伴啊，还是那句话，以你买进当天的这一根阳线的低点160.4毛2呢，作为一个防守位，没有跌破的这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就拿住了，说明它的这一个连阴梯量形态它要起来了。那往上去看的这一个空间的话呢，第一个关键的阻力位可以看一下0.382的170.9毛5，这个价格能收阳线突破并且企稳的，那可以往上看到180.7毛7，就是 0.5 的这一个阻力位了。上一次的时候它其实最高价有触及到它，但是稍微比较遗憾，就是盘中反而是被它跌漏了的。所以有这一个 Coinbase 的小伙伴啊，防守位设置好，然后呢，主力位看一下能不能突破并且企稳，能把这一个 0.5 的价格去突破，我们晚上可以看到 0.618， 那么大家应该都知道 0.618 是一个多么关键的这一个价格。来，真能到那里的时候，到时候 Josie 再跟大家讲，好吧？我们先看这两个。OK，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英特尔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庆幸的一个点啊，就是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及时让大家止盈离场了。虽然呢，在这一天因为有财报嘛，财报前我也跟大家讲了，它的财报要符合预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它要超过大家的预期也是没有问题。它唯一的点就是财报好不见得能上涨，你比如像三星、像台积电等等，像谷歌都是符合大家的预期，然后大跌的，因为利好落地了之后，反而变成了一个利空，所以在这一天，回补了之后，我就赶紧让大家该止盈的止盈，该止损的止损，然后一路咔咔的往下去跌，然后现在的话呢，然后往下跌的过程当中，昨天开盘前还跟大家讲了啊，85块钱。是英特尔这一轮下去之后要去触及到的关键的支撑价格。然后的话呢，你看一下啊，昨天，然后你也看一下昨天最低价来到了83块1毛钱，我觉得太神奇了啊！我不是说现在才给你们讲的啊，在直播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包括我们行情广播也跟大家讲了啊。91.4毛9的价格撑不住的，下方的这一个缺口84.5毛9左右啊，跌到这里出现止跌形态，还能进场去做反弹。今天的话，最低价已经触及到它，收盘价收了回去了啊。今天收到的是一个十字星的状态，看一下能不能向上去变盘吧。能向上去变盘的，那么在这一个位置就能进场去做一波反弹；不能这一个进行一个向上去变盘的，那就说明下方还有缺口在吸引着它去回补呢，那就不着急。那好消息的话呢，无非是经过最近的下跌之后，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聚宝盆的一个形态，还没有确认
但是的话呢，已经开始在酝酿聚宝盆了，所以等吧啊。然后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就英特尔是收到了一个呢十字星的这一个形态，我们讲过的变盘 K 线啊。然后以十字星的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低点83块1毛钱，高点88块2毛8。收阳线突破88块2毛8的，那说明它要有向上去反弹的这一个需要在里面。收阴线跌破83块1的，那么我刚才讲的啊，它会往下边这个缺口去补了，那我们就在更低的价格把它给接回来就好。没有突破也没有跌破的，那我就继续的观望，不要着急进场，好吧？2块钱可以买的这一个面包，你就不要20块钱去买。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一下啊，英特尔的周线，英特尔的周线已经下跌结构4，并且回踩到这一个多方带之后，出现机构低吸的这一个信号，只是它还没有转为做多，继续的机构低吸，那我们就继续的观望，什么时候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了，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去进场了。所以真正英特尔的机会啊，它一定是要等到它周线就是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之后，那才是真正的机会，不然的话呢，建议大家再等等，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英特尔，接着最后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苹果，因为苹果它也出现了一个十字星的这一个变盘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苹果的话呢，它在最近出现了2次散户割肉的模型，一次就是这一天，就是宣布这一个涨价的时候，然后跌了一个散户割肉模型，还有一个是在这一个十字星的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散户割肉的模型，因为它的星星被这一个飘带给挡住了啊，不然的话大家是能看到在附近有出现过2次机构，在最近的话呢，有出现过2次呢散户割肉的模型。那么讲苹果的话呢，很简单啊，因为它呢出现了一个十字星的这一个形态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十字星是我们讲到的变盘的这一种信号。那以它的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这一个箱体啊。低点335块钱，高点342块8毛9，收阳线突破342块8毛9的，那我们就拿住啊，等到它涨到9号 K 线再说，现在才上涨结构3还远。收到阴线跌破它的低点335块钱的，心里面有预期啊，它得干嘛？向下去变盘，那估计来讲它会去回踩飘带了，那我们可以考虑在这里先止盈离场先。好吧，以上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问题的话呢，记得给 Josi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